在这段跨国姻缘的背后，藏着一层复杂的人情关系与利益交织。来自赞比亚的两姐妹艾薇和伊旺，本应是一段温暖的异国团聚故事。妹妹伊旺先在去年嫁到中国，姐姐艾薇今年也跟随命运的脚步来到同一个国度。按理说，血脉相连的两姐妹在异乡重逢该是感动的场景，但现实却出人意料。据网友爆料，艾薇的媒人一直在阻碍她与妹妹见面，这背后究竟是误会，是利益冲突，还是更深层的流量之争？今天我们就来理性分析这段引发热议的事件。一、表面温情的背后，流量关系的隐形控制。首先，我们要回顾整个事件的起点。艾薇来到中国并不是偶然，她的婚姻是通过一位媒人牵线促成的。这位媒人不仅撮合了婚姻，还在背后掌握着艾薇社交媒体账号的拍摄和运营资源。换句话说，艾薇的曝光度、话题度，甚至经济来源，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媒人的影响和安排。然而，这样的合作模式本身就存在风险。当媒人不再只是红娘，而变成了内容控制者，当婚姻与流量交织在一起，情感故事便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商业的色彩。而问题的导火索正是出在妹妹伊旺身上。二、伊旺与媒人兄弟的矛盾，断裂的合作线。根据网友透露，伊旺早在艾薇之前1年就嫁到了中国，那时候她与媒人团队关系密切，也一度共同拍摄合作视频，展现中非婚姻的甜蜜日常。但后来一场矛盾打破了平静，伊旺与媒人的兄弟在合作中发生了分歧，矛盾升级后彻底断绝往来。自那以后，伊旺不再出现在他们的视频中，也不再得到团队的推广支持。有消息称，当时双方的冲突不仅涉及分润问题，也牵涉内容版权和创作方向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简单的私人矛盾，而是一场小型的流量利益纠纷。从那时起，伊旺选择独立发展，而媒人团队则逐渐与他划清界限。三、媒人的担忧，流量被分走的心理。那么，为什么媒人会阻碍艾薇和伊旺姐妹见面？核心原因或许正是流量归属。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环境中，谁出镜、谁合作、谁形成话题，都直接关系到账号的曝光量和收益。如果艾薇与妹妹伊旺相见，并共同拍摄视频，那么必然会吸引大量粉丝关注。而对于媒人而言，这样的流量很可能跑到伊旺那里，一个已经与他们断绝合作，甚至存在矛盾的对象身上。从商业角度看，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逻辑，但从人情角度看，却显得有些冷漠。毕竟这并不是陌生人之间的竞争，而是两位血缘姐妹的重逢。网友的评价也很直接，流量再大，也不该挡在姐妹团聚之间。媒人若是真心为人牵线，就该祝福，而不是设限。四、艾薇的处境，被夹在中间的沉默者。在这场无形的冲突中，艾薇成了最无奈的一方。她刚到中国不久，经济条件有限，生活与视频拍摄都依赖媒人及其团队的支持。若此时选择违背媒人意愿，去见妹妹，可能面临被团队冷落、失去资源的风险。有网友指出，艾薇现在的处境更像是被轻度控制的艺人，她需要曝光，需要平台，但她也需要家庭和情感的联系。她在视频中的笑容虽然依旧灿烂，但在不少观众看来，那份光亮背后藏着无声的压力。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妹妹的思念，也不敢公开提起见面的计划，这就让网友更加心疼她。一个在异乡刚起步的非洲女孩，面对文化差异、经济压力以及流量规则，却依然保持温柔的姿态。她的沉默或许不是冷漠，而是现实的无奈。五、网友的声音，支持姐妹团聚的呼声在上升。事件传出后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支持艾薇与伊旺的重逢。许多人认为，家人之间的情感不应被流量逻辑绑架，她们作为姐妹，更是在异国他乡最宝贵的精神依靠。有评论写道，当初媒人把他们带到中国，目的应是让他们幸福，而不是制造新的隔阂。让他们见一面吧，那一刻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更有意义。一些理性分析者也指出，媒人若真心为他们好，可以选择共同出镜的方式，让重逢变成正向话题，而非避讳。这样的处理不仅能维护媒人团队的形象，也能让观众感受到善意与真诚。六、流量经济下的情感危机。这一事件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现实问题：当跨国婚姻被娱乐化，当情感内容被资本化，参与者很容易在无形中失去主动权。艾薇和伊旺原本只是普通的赞比亚姐妹，
因为嫁到中国而受到关注，但当他们的故事成为内容产品时，他们的行动、言语，甚至情感，都可能被外界利益所牵制。没人阻碍他们见面，也许并非出于恶意，而是出于对流量结构的维护。这正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种悲哀，人情被数据取代，真情被算法左右。7. 未来的可能，缓和、理解与重新连接。目前，艾薇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独自前往见妹妹，这意味着短期内姐妹重逢的可能性不大。但从舆论的发展来看，越来越多的网友在为他们发声，也有部分中立博主建议双方各退一步。若媒人团队能放下戒备，让两姐妹合拍一次视频，不仅能获得好评，也能让故事回归温情本身。毕竟，这两个女孩并不是对立方，而是命运共同体。她们都有相似的背景，相似的梦想，也都在中国寻找生活的希望。而一场真诚的见面，或许就是彼此疗愈、重新开始的第一步。为什么没人阻碍艾薇和伊旺见面？也许答案并不复杂，既有现实的流量考量，也有关系的救援。但从人性的角度看，这样的阻碍无疑让人遗憾。真正值得传播的，不是谁获得更多点击，而是姐妹之间跨越千里的那份深情。愿未来某一天，镜头能记录下他们相拥的瞬间，不为流量，不为话题，只为一句简单的话：我们终于见面了。